大家好，我现在在青海，今天到青海著名的塔尔寺看一下。看我身后这个寺庙群啊，那房顶都是金碧辉煌的。这个塔尔寺它是格鲁派6大寺之一，非常有名的啊。这里的门票是70块钱，我已经买好票了，带大家进去参观一下。现在来景区的需要48小时以内的核酸，如果没有的话，就在这里现场做啊。做完以后给一个这个票，凭这个票就可以进去了。做完核酸了，现在要进去玩了啊。塔尔寺，这里是5A 级景区，这个是它的地图啊。这里面的特别的大，房间也很多，一共有9000多间呢。最重要的呢有3个，看都是金色的屋顶，长金楼、大金瓦店、小金瓦店。现在我在这里入口的地方进去依次都转一下啊。然后这里就是入口的地方了，这个大门修得不错啊。穿过这个大门进来了，哇，好大一个院子啊！正对面这个就是小金瓦店，看那个房顶金碧辉煌的，这里面非常的大，然后游客也非常多。这里就是这个著名的有8个白塔，这8个白塔也是塔尔寺的标志性景点啊，可以在这里拍个照。这是为了纪念这个佛祖释迦牟尼做过的8件事情啊。这个白塔挺有名的，当地的人啊会绕着这个白塔一圈一圈的转，就是祝福的意思啊。然后这里面的旅行团比较多，可以去蹭一下导游。好，现在我就进去一个一个的转一下。先去这个小金瓦店，西藏风格的这个房子，你看它这个窗户有个特点，都不开的，都是关着的啊。为啥呢？因为它里面供奉的是佛像。这寺庙里面是不让拍照的。刚才我已经进去转了一圈了啊，大概了解了一下，简单跟大家说说里头有些什么啊。有旗杆的这个地方，它是它的正门。有1个旗杆代表这个寺院是比较重要的寺院啊，如果有2个旗杆呢，就代表这是一个学院。这里面主要是供奉的一个护法神，但是这个神呢长得面目比较狰狞，他也不喜欢见陌生人，所以那个神呢是被那些布啊挡起来的，我们进去也是看不到的啊。这里面有几个比较有名的东西啊。2楼呢是放的一圈那个动物标本，因为生人是不能杀生的嘛，那些动物全都是自然死亡的以后才做成标本的。1楼的位置呢有一圈壁画，这是塔尔寺3大宝之一嘛，壁画、堆绣还有那个酥油花。然后一个看点就是那个屋顶金碧辉煌，那个啊用了几十公斤的黄金呢，特别漂亮。小金瓦寺就转完了，现在继续往前参观。这个寺庙门口有一个大的佛塔，这是1942年修的，当时是战乱年代嘛，修这个的意思就是祈求国泰民安呐。然后再往那边看，还有一个金碧辉煌的屋顶，那个就是整个塔尔寺最中心最核心的建筑啊，叫大金瓦殿。那里面供奉的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说到这里呢，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这个宗喀巴大师了。简单说一下，这个佛教传入我们中国，传到内地呢叫汉传佛教，传到西藏这边叫做藏传佛教。然后藏传佛教又分了好几个派，然后这个宗喀巴大师呢，他是藏传佛教里面格鲁派的创始人啊。他的地位有多高呢？那个著名的达赖喇嘛还有班禅大师都是他的弟子啊。这里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出生的地方，所以这个塔尔寺它的地位很高的啊。据说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从一出生的时候就和普通人不一样啊。怎么回事呢？就是他在捡几袋滴血的这个地方啊，就是长出来一棵树，树上有10万片叶子啊，每一片叶子上呢都显现出一个狮子吼的佛像来，就和佛非常有缘。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从很早就出去学习佛法了，去西藏各地啊拜求名师，但是他的母亲呢就非常想念他，
有一天呢，就剪了他的这个白发，还写了一封书信给他，意思是说我现在年纪大了，要你回来陪陪我，我想见你呢。宗喀巴大师一心扑在佛法上，他就没有回来呀。他跟他母亲说：“你如果很想我的话，就在我出生的地方建一座佛塔吧。看到佛塔，就像看到我本人一样。”后来他母亲在这些信众的帮助下，就建好了佛塔。所以这个地方是先建的塔，后建的寺，所以叫塔尔寺。他母亲就住在身后这个院子里啊。然后有一个达赖喇嘛也在这个寺庙里住过，而且给这个开过光，所以现在这个院子里长了好多的菩提树。你看，这些都是菩提树。你要知道，这个树可是长在印度那些热带地方啊，能在这个高原上种活这个菩提树非常难的。这个树每到夏天的时候就会开出白色的花来，非常的香啊。现在刚好开过去，现在没有花了。释迦牟尼佛祖就是在这个菩提树下面悟道成佛的，所以这个菩提树在佛教里面有特殊的意义呢。一样的啊，这个里面是不让拍照的，所以我只能站在这个外面讲一讲。前面有一个金色房顶的大殿，那个就是金瓦殿，它是塔尔寺核心建筑啊，好多人在这里拍照的。宗喀巴大师出生时候那棵树就在里面种的呢。这里主要就是讲述了大师的一生啊，他的生平履历。宗喀巴大师16岁离开故乡去西藏那边求学，在53岁的时候在拉萨建立了那个甘丹寺，然后创立了格鲁派啊。然后又过了10年，63岁的时候在那个甘丹寺去世的。这就是他的一生。这个就是金殿的后面，很多人在围着这个金殿一圈一圈的转啊。这里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出生的地方。宗喀巴大师也被誉为第二佛陀啊。了解了宗喀巴大师的一生，基本上你就看懂了这个寺了。这个塔尔寺它的精髓就是宗喀巴大师。这个是藏经楼，里面就是各个大师写的经书。看这个主殿也是那个黄金的啊，金碧辉煌的。里面有一个11米高的鎏金的文殊菩萨雕像。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藏经楼的金顶，只有重要的寺院才用金顶呢啊。这个里面是酥油花馆，也不能拍照的。这里面就是用酥油做成的各种花、佛像、雕像之类的啊。这个酥油花它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也是塔尔寺的3绝之一嘛。酥油花、堆锦还有壁画。现在我到的这个地方叫吉祥行宫，这里就厉害了啊！你看这里写的班禅行宫，它是历代的班禅和达赖喇嘛如果来塔尔寺的话，就住在这里啊。然后这个院墙和里面的这个牌坊是乾隆皇帝派能工巧匠来这里建造的。这个行宫它一共是3进院子呢，我就不进去拍了。它的位置也特别好，它处在这个山顶上呢，从这里看出去就可以看到塔尔寺的全景。看塔尔寺全景一览无余。那个金殿这里最核心的建筑啊。然后这个塔尔寺它坐落在这个山凹之中，这四周围啊有8个山头，从空中看就像是一朵莲花一样，把这个塔尔寺包在中间。中间的寺院是不住人的，这些僧人啊、和尚，他们是住在四周围这些半山腰的这些房子啊，住的人挺多吧。然后这里就是塔尔寺的入口地方啊。然后这里有一个停车场，可以把车停在这里。我们看那个山顶上还有一个观景台呢，在那里也可以看到塔尔寺全景。建议大家来之前先到那个上面去看一下啊。塔尔寺就转完了，全程2个多小时吧。我觉得还不错吧。来这里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藏传佛教的一些历史文化。像我之前去过甘肃的那个拉卜楞寺，它也是这个格鲁派6大寺之一啊。我觉得那个寺庙做得更好一点，就是你买票进去，有这些僧人会领着人去进去讲解。然后这个寺院是没有讲解的，
你需要另外掏钱请这些导游给你讲解啊。不过呢，我已经蹭了很多的导游了，因为这里旅行团很多的，蹭导游就可以了。好的，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大家看完记得点赞啊，拜拜。